这或许是黑森的作死生涯中距离成功最近的一次。在前往隔壁村落的路上，黑森无意间以一个完美的姿势跳进了流沙之中，他的双腿被流沙死死缠住，而剧烈的挣扎只会让他越陷越深。接下来他会如何脱困呢？本次冒险，黑森造访了辛巴族，他们生活在非洲大陆西南部的内米布沙漠，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沙漠之一，常年高温且极度荒凉。除了恶劣的环境，还有更为致命的捕食者们，他们不仅狡猾强壮，同时还有恶急眼的 buff 加成。生活在这里的辛巴族是一个生活在牛背上的半游牧民族，牛是他们地位的象征，也是必不可少的食物来源。这一次，黑森将作为部落的友好使者，带着5头母牛前往隔壁村落，因为他们要庆祝村落里新生命的降临。黑森会顺着沙漠里干枯的河床前行，然后翻过山脉，并用2天的时间横穿一片毫无生机的沙漠，最后抵达坐落在山丘之上的目的地。对于黑森而言，他要面临的挑战不只是陌生的极端环境，更重要的是还要照顾好这5头小母牛。带着使命，黑森踏进了沙漠中。现在他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淡水，为接下来的路途做足准备。路上生长的盐山预示着即使挖开泥土找到水，也是不能喝的盐碱水。正当黑森束手无策时，前方传来的鸟鸣声让他眼前一亮。循着声音，黑森找到了水源，但这些水不能直接饮用，因为死水是寄生虫们滋生的温床，干净程度直逼恒河水。保险起见，黑森在水潭的不远处刨开了一个坑，而土壤就是天然的过滤器，这可以保障黑森喝上更干净的水。唯一的缺点就是沙子有点多，可能会割掉牙。在喝完了干净又卫生的沙子水后，黑森顺着溪流继续前进。途中他发现了猎狗的脚印，还有拖拽猎物的痕迹。顺着痕迹找去，黑森发现了一副腐烂的牛骨，虽然只剩骨头，但散发的气味仍旧会引来其他肉食动物。想到这里，黑森便迅速驱赶牛群离开，但不想此时却忙中出错。黑森以一个完美的姿势精准跳入了泥潭，泥潭里满是流沙，并且周边空无一物。黑森越挣扎，泥沙就越是兴奋，也越发牢固地困住黑森。此时黑森如果束手就擒，炽热的阳光会把他烤成人干。黑森强行冷静，尽力让自己的双腿浮上表面，随后手脚并用地爬出了泥潭，还真是有惊无险。脱困后，黑森赶忙去一旁的水里清洗泥沙，免得等泥沙晒干，自己就成了半身兵马俑了。接下来，黑森继续顺着溪流赶路，当看到一处垭口时，后面就即将进入大象的地盘了。这才是沙漠中真正的王者，靠着庞大的身躯在沙漠中难逢敌手。为了不招惹他们，黑森选择上山探查前路，在没有发现大象的迹象后，黑森才敢继续上路，顺着水源一路走来。黑森在小溪旁看到了狒狒，对于黑森来说这是件好事。狒狒们正待在小溪周围享用自助餐，这让黑森暂时放松了紧绷的神经，也通过狒狒们正在食用的植物根茎补充了一点能量。然而就在此时，狒狒群发出了怪叫，飞速逃离了这里。这也就意味着附近出现了危险的捕食者，所以黑森必须要尽快带着牛群离开。走了几个小时，天色已经渐晚，黑森决定找个高于河道水位线上的高地安营扎寨。至于庇护所，他准备使用辛巴族最传统的方式搭建，先通过在地上挖出的洞来固定树枝，然后将固定好的树枝绑在一起，制作成一个框架，最后再找来一些枝叶盖在框架上，这样一个精致的庇护所就完成了。为了帮助牛群抵挡掠食动物的侵袭，黑森还用长满尖刺的合欢树枯枝制作了一个简易的牛圈。在忙活完这些，黑森还要想办法生堆火，因为晚上的沙漠气温会骤降，只有火堆才能让自己保持温暖。不过这次的生火将不会花费太多力气，因为黑森用到了辛巴族特制的炭火，只需要利用铁片和石英敲打出的火花，就能轻易点燃炭火。之后再把火星子放进火绒里，轻轻地吹上几口气，火焰便冒了出来。靠着火堆，黑森度过了平静的一夜。第二天起床，黑森破天荒地奢侈了一把，他用牛群中1头母牛产下的牛奶作为自己的早餐。这顿早饭对于黑森来说很奢侈也很珍贵，因为这可能是接下来一天里唯一的能量和水分摄入。接下来他将踏入一片毫无生机的沙漠，并用2天的时间穿越它。在光秃秃的沙漠中，黑森看到了一棵矗立的梅药树，在它的树干里含有少量的水分。黑森将树皮割开，砍下了一小块木质部分，将其含在嘴里，就可以补充水分以及聊胜于无的碳水化合物。在光秃秃的沙漠上漫步了数个小时，太阳也即将落山。黑森找到了一块岩石峭壁作为庇护，在这里席地而睡，度过了饥寒交迫的一夜。又是一天早上，黑森趁着早上的天气还比较凉快，赶紧上路，在漫无边际的沙漠中继续前行。幸运的是，经过一整个白天的路程后，终于到达了山丘脚下的河流，在这里他可以得到短暂的喘息。在小溪的周围有着零星几座废弃的房屋，很明显这是辛巴族的旧住址，不过现在它可以为黑森所用。黑森晚上的住所有了着落，而旧栅栏也可以当牛圈使用。但是天色渐黑，黑森可能没有时间寻找食物了。幸运的是，牛圈旁有一只死于牛蹄之下的骆驼猪，这种蜘蛛体型巨大，用来当做晚餐是不错的选择。黑森将骆驼猪丢进了火堆里，想要把它烤熟再吃。等烤熟后放进嘴里咬下一块，满满的都是蛋白质，口感很酥脆。
有点像在吃嘎嘣脆的鸡肉。随着夜色降临，黑森和牛群一同入睡，但注定今夜不会安稳。半夜，一只路过的棕猎狗凑近了牛圈，原本安稳的牛群突然躁动了起来。正当猎狗想要跟小牛交流一下感情时，却不曾想把一头大牛吓得跳出了栅栏。闻声赶来的黑森只看到了散落一地的木头，而这附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猎狗群。黑森只能选择第二天早上再去寻找。等到天明，黑森顺着牛的足迹一路找了过去，可走着走着，眼前就出现了一头宛如小山一般的大象。同时，这头大象也发现了他。很明显，这头大象现在患有产后综合症，脾气很不好。它从腹腔里发出低沉的吼声，并且还不耐烦地扇动着耳朵，警告黑森不要自讨没趣。识相的黑森只能绕道而行。不过幸运的是，在绕出去后不久，他便找到了那头走失的牛。看着平安无事的牛，不禁让黑森松了口气。随后就带着整齐的牛群再度踏上行程。顶着烈日的炙烤，他和牛群奋力走完了最后的路程，最终成功抵达了另一个村落。村落中的人看到黑森，急忙走出来热情的迎接。那么黑森本次的任务也就圆满完成了。